起来吧。师傅，紫兰有事禀告。自从师傅走了以后，不晓得因何17也不见了。这些年我们不停歇地寻，却毫无音讯。恐怕小师弟是凶多吉少。我没有凶多吉少。诸位师兄，我就是司音。司音，师傅，师傅，17。师傅，当年是我给诸位师兄下了药，什么？连夜带着师傅的仙体赶下了昆仑虚。这些小17本不该瞒着师傅，但刚才16师兄没有提及此事，想必也是为了保全我。17，石师兄说过，司音为了躲我们隐姓埋名，这些年我们师兄弟们寻遍四海，找遍八荒，到处找你都找寻不到。师兄们都知道你在躲我们，却没曾想到，你竟然为了躲我们，穿上女装，扮成个女神仙。紫兰师兄，你真的觉得我这张脸是男扮女装吗？你从不与我们共浴，既然竟是这个道理，你竟然是个女孩家。不错不错，就是个女娇娥。我还怕你不敢坦诚，方才见你一身女装过来了，我就晓得了。只是不敢替你说穿呐。啊！原来大师兄你早就晓得，居然还躲在一旁看戏。不敢看戏，不敢。如今17可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四海八荒之内都要尊称一声姑姑。论阶品呢，我还得先行礼问安。所以啊，16，我怎敢妄自给17下定论呢？他不开口，我怎敢先说？师傅在此，我就永远都是昆仑虚的司音。诸位师兄的小17。17啊，这么多年，我完全都没看出来你是女儿身啊！真是没想到。是啊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我本来以为师傅要3个月才能醒过来，没想到这么短的10日就醒过来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倒也不枉夜华这小子攒了他一身修为，才能让墨渊这么快醒过来。这夜华真是个实实在在的情种啊。不过小五，你这时运也太不济了，刚还清墨渊的，这又欠下夜华的。墨渊你还得清他7万年的心头血，这夜华4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怎么还啊？我是觉得，我跟夜华终归是要做夫妻的，这夫妻间本就该相知相爱。谁欠谁的，不必分得那么清楚。四哥觉得呢？我先回房间了。
这趟来带了桃花醉，可否尝尝？好。怎么这么痛快？昔日你可是不轻言碰酒的。我有许多话要问你，不就着酒来说，岂不寂寞？当年17，为何带着我的仙体回了青丘？就晓得你要问这个。墨渊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是否真的要问？我看你醒来之后，这一颗心一直飘着。若是听我说完之后，我怕你更拿不准你跟白浅到底是师徒之情还是儿女之情。你说吧，我想听。你那时魂飞魄散后，17就抱着你的尸体坐在弱水河畔，谁都不能靠近，疯了一般，一定要一族给你陪葬。17，睡了吗？已经睡了。睡了你还说话？我进来了啊。昆仑虚久未有这么多人，客房满了，我的房间也被几个师兄占了。今夜啊，就在你这儿凑合凑合，等明日再收拾新客房。哎，17，这7万年啊，为了师父，辛苦你了。昔日我的16师兄，但凡和我说话，一定会挑我的刺。我说东，他一定说西；我说好，他一定说不好。今日你说出这样的话，你还是我的16师兄吗？你是紫兰吗？你呀，活该这么多年嫁不出去。果然是紫兰，也活该你这么多年娶不到妻。对了，紫兰师兄，你猜我方才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我方才在想，虽然活到了这个年纪，也经历了种种憾事，但是刚刚躺在昆仑虚这张小小的床上，我就觉得昔日的那些憾事也不算遗憾了。是啊，活了这么久，有些事说看开，也就看开了。你可还记得胭脂？那个异界的小公主。弱水一战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我记得这个女孩子善恶分明，挺讨人喜欢的。是啊，特别讨人喜欢。紫兰师兄见过她？这些年在山下寻你的时候，曾有机缘见过几次。听师兄的语气，大概是动情了。来聊聊。时候不早了，早些睡吧。一说到正经的就睡了，不聊了。真想和夜华也像这样聊一聊，不过他此时应该听不懂我说的这些话。这个时辰，他大约正满周岁了吧？他满周岁时是个什么模样，也不晓得和团子长得像不像。就在这里，就为了替你取心头血。取了之后，用碗，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喂给你喝。若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救活你，也就算了。可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会回来，只是为了要帮你保住你的仙身。
用他青丘九尾狐一族的血，为你保住那个早已经没有元神的仙身。帝君，你这是被谁给伤了？我爹说，既然我在凡间已经失身给帝君，就要打死我。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，就为了见帝君一面，然后尽了孝义，让我爹打死我。帝君，你这伤，倒像是真的，险些把我给骗了。只是你做戏不能做全套啊！我碰你伤口的时候，你也该略微躲一躲，喊句疼。疼！学得再像一些。凤九错了，这伤是假的。谁教你的？程昱。三殿下这位红颜知己，别的不会，骗人的把戏，倒总能翻新。是凤九求他教我的，求帝君只怪罪于我，不要牵连他。小狐狸，在凡间那间破屋，我就与你说，当断不断，害人害己。难道你还不明白？我和你的救命之恩已经有了了断。今日你又来我这太晨宫，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你要应劫，所以我想陪着你。究竟是谁告诉你我要应劫的？不能说。你可知道，我大你多少？你父君还未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这般模样。数十万年，多少个沧海桑田，多少个生灵归于尘土，你都不曾见过。你也不曾见过我双手染血，杀红了眼的模样。你思慕的那个人是谁？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吗？可是凤九，你眼前的这个人，并非真正的我；和你在太晨宫斗趣的人，也并非真的我；和你在凡间厮守的那个人，更不是我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不仅是昔日定律法、掌生死的天地共主，还是没有七情六欲、不知红尘为何物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在我眼前都如同儿戏一般的东华子府少阳君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。你走吧，现在就走。你就这么让帝君给吓住了？都被他识破了假声，我哪还有颜面留下去啊？哎，帝君过去经历过什么？司命，你给凤九讲讲。话说天君还在襁褓时，帝君就以以战止战，率领座下的诸神平定四海了。当然，小仙知道这些也都是典籍上记载的。哦，帝君都这么老了，难怪要应劫。应劫？帝君要应劫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日日跟着帝君，竟然不晓得？我自然是晓得，帝君是不会在此时应劫的。你二人可知道这应劫是多大的事？帝君曾是天地共主，倘若他要应劫，早就9天同悲传遍四海了，怎么会如此的悄然无息，又让你二人知道？那他不会应劫了是吗？当然不会。而且我敢保证，帝君起码还能再活上几十万年。
甚至于比小殿下你还要久。别忘了，他可是这天上地下唯一一个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神仙，命硬着呢。究竟是谁跟你说帝君要应劫的？程昱告诉我的。啊？我是那天无意间听灵宝天尊和帝君说要应什么劫，我就以为帝君要应劫了。我说小殿下今天过来怎么愁眉苦脸的？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我才是跟随帝君最久的神仙。如果帝君不要去应劫的话，那我今天这一番作为实在是太丢颜面了。我爹若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不知东华帝君可有空闲，与我聊一聊我家那个不孝女白凤九。上神请坐。不知上神想要聊什么？我就快人快语，直接说了。既然帝君与小女曾在凡间有过夫妻的缘分，不知帝君可愿成全小女，与她成亲？虽然我平时总是教训她，不愿让她追在你身后，丢了青丘的颜面。但是，作为凤九的爹，我能看出他对你是痴心不悔。所以今日前来，我想以父亲的身份，为自己的女儿亲自说媒，请帝君考虑考虑这桩婚事。既然上神如此郑重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和你女儿没有缘分。告辞。出来吧。帝君，你还想闹到何时？我也是听信了旁人的话，以为帝君命不久矣，想要陪您走完最后一程。就算本帝君命不久矣，你又是用什么身份来陪我？我们曾经在凡间，那不算什么。算，在凤九心里，帝君曾经是我的夫君。那只是在你心里。凤九，你想让我说多少次？与我在凡尘那劫，仅是渡劫。你不要对我抱任何希望。没用，你我没有缘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东华，若你心里没有我，那你为何要去那个破屋子？你是放不下我。若你放不下，为何不愿意去试一试？你我曾经在凡间的时候……好了。
什么你要对我如此狠心？我对谁都如此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知道，方才你爹来找我做什么？你爹来求我，让我娶你。我爹求你娶我？不错。我爹求你，你都不愿意娶我？不错。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爹他从未求过人，从来都没有。我不该这样，我不该给青丘丢人，是我一直在给青丘丢人。我不该纠缠东华帝君。知道丢人了。好了，走吧。你看我做什么？小殿下今日一早已经离开了。帝君就没什么想问的吗？你有话就说，没话就闭嘴。帝君曾是昔日的天地共主，虽然后来四海太平，将这君位禅让给了老天君，又传到了今日天君这里。说重点。小仙以为，小殿下为了报恩，随帝君来到天宫，又甘愿下凡为妃，如此这般都得不到帝君的半点疼惜。小仙这个旁观者，也很是为小殿下不值。司命，你可在命簿上拆散过有缘人？这个自然。那你的命簿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这两个人是无缘人，那他们可还有机会在一起？这除非是小仙改上几笔，否则绝无可能。如果是在三生石上，注定两人无缘。三生石？局长，短短数日，
传言很快传入了那些小部落里，都说老义军现在要回来了，要惩治你这个逆子。那些拥护你的部落头领被搞得很是头疼。毕竟，如今的异界大不如从前，大家都盼望着能回到昔日的盛况。军上，我们再不想办法，怕是会出大事。如今众将军中，忠心的大都死在了白浅上神手中，余下的也都是些老义军的旧部。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，都蠢蠢欲动，有的则看看态势再做决定。陈二人来的时候，曾拜访了5、6位同僚，他们都闭门不见，最后也只有陈二人来了。如果真能回到往昔，本军甘愿让位。可是我们不能等到老义军回来。以昔日父君的性情，他根本就不会管子民如何。只要一出东皇钟，本军敢肯定，他会用这个天下给他报仇，为他被封印的7万年所陪葬。臣和君上的想法一样，所以臣宁死也不会拥戴老义军。臣誓死追随君上。没想到最后，只有你们2个人在本军的身旁。或许本军要在这大紫明宫做一件大事，来保义界，甚至是天下太平。你们2个先去调来最亲信的兵力，誓死守住大紫明宫。是。二哥哥，你二哥是不是很无能？并不是啊。7万年前的那场大战前，是异界最风光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怀念，甚至希望昔日盛况再现，所以才把怨气都给了二哥哥。可是，那场大战耗尽了异界所有的财力和兵力，都是二哥把他们一点一点拾起来，才有了现在的异界。要是换做任何一个其他的义军，都不会走得比二哥哥更好。二哥哥想如何做，胭脂一定会帮你。我会先去天宫，面见太子殿下。太子夜华，不错。义军，我来是来求见太子殿下的。太子殿下，他这2个月并不在天宫。不在天宫？对。那你晓得他去了何处吗？这就是我不能直言相告了。这洗梧宫中有喜事？对。如今天君已经约了胡帝相见，估摸着不出几个月，义军就能收到洗梧宫的喜帖了。你说的可是太子殿下和阿英？哦，不，应该说是白浅上神。正是。那离京就先在这里说声恭喜了，告辞。师傅劳累多时，17给您添了新茶。
都已经10日了，怎么来访的客人还这么多？师傅回来这么大的事，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。天上飞的，地上爬的，但凡有点灵根的，都知道远古掌月司战的上神回来了。哎，传闻是这么说的：师傅头戴紫金冠，身披玄木甲，脚蹬皂角靴，手握轩辕剑，怀里还揣了个娇滴滴的小娘子。于8月16未时3刻，威风凛凛地落在了昆仑虚山头。师傅落在昆仑虚山头的时候，沿着昆仑虚长长的一条山脉，全都震了3震，鸟兽们皆仰天长鸣，就连水里的龙鱼都浮出来，惊喜落泪呀。这传闻编的太不靠谱了。倒也不是很不靠谱。紫金冠、玄木甲、皂角靴并轩辕剑，正是墨渊出征的一贯装束。7万年来，一直供在昆仑虚正厅中供你们做弟子的瞻仰。那娇滴滴的小娘子，指的大约是你吧？小娘子还勉强说得过去，这娇滴滴也太离谱了吧！哎，十七，以你如今这年岁，不要说婆家了，怕是孩子也已有好几个了吧？什么时候让师兄们见见你的夫君啊？以你的容貌品性，也不知嫁了个怎么样的夫君啊！好说好说，下个月我大婚，请你们吃酒啊！师公，又有客人来朝拜。告辞。哎，他这几日也见了不少客，也该歇歇了。师傅就这么走了？等一下还有人来朝拜，怎么办啊？嗨，都送到前厅去喝茶吧，喝完了送走就行了。哎呀，这茶叶还够不够？够的。师傅看起来怪怪的。我之前经常和你四哥聊到你的婚事，深觉得你天生就是少根筋的人。这神仙是做得不错，于风月之事，你却是个外行。这话四哥也跟我说过，一字不差。你还真是少根筋。嗯，少根筋呐。这里倒还挺干净的。自然是干净的。这昆仑虚虽然空了几万年，可这炼丹炉从来没闲过。为何？哦，你未婚夫婿没有告诉你吗？夜华，从未提起过。那天晚上，太子殿下浑身是血，还丢了一条胳膊，着实是把我吓得不轻。我以为他受了伤来昆仑虚求助，没想到他竟是来炼丹的。你说，他是为了谁炼丹？为什么非要来昆仑虚？9重天上的炼丹炉，他干嘛不用啊？他之所以离开9重天，应该就是不让人知道他在炼丹。他炼的丹药是为了我。啊，原来是为了你呀！太子殿下对你真的太好了。行了，你先忙吧，我去给你们准备晚膳了。好，这一切他都是在为我受。不管是神之草，还是一身修为，这都是我青丘白浅欠墨渊的师徒情分。而他，师父，
炼丹房已经打扫干净了。多亏你那些师兄们，昆仑虚已经恢复成昔日的样子。每天跟大家在一起，又好像回到了以前的日子。其实，我刚刚还在想，之前就是在这里，师父为我挡了3道天雷。为师教你的阵法和术法你都记不住，没想到却把这等小事都记下来了。师父您对我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日后，17也一定会为师父尽孝道的。尽孝道。师父，你现在口渴了没有？我去帮您煮一壶热茶来吧。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师父了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又将你给困住了？你的琴棋书画都是我教的，你想赢我，难喽。四哥，你这叫做兵败如山倒。你这走来走去的，该不会又是有事要求我吧？8九不离十。四哥，你随我出来一趟。哎呦，这昆仑虚真是你的地方啊，和四哥说话都不一样了。等我回来再杀你一局。哎，又来这手。哼，小瞧人。走。四哥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帮你摆一局，等你回来吧，省得你输了又不高兴，10天半个月不见人影。四哥，帮我个忙吧。怎么，刚不还一本正经的样子吗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？小事小事。哦，能跟天族太子有关的事，怎么样都算不上是小事吧？你怎么知道跟他有关？能让你露出如此小女儿娇态的，除了他，别人我还真没见过有这个本事。好了，你最厉害了，就是他。四哥，你能不能帮我瞒住7、8炷香的时间？我想去一趟凡间，瞧一瞧夜华。你这么费心的做这个，就为了这一点事儿啊？该不会是怕让你的那些师兄们知道，笑话你儿女情长吧？哎呀，四哥，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做的这些，自然是跟我那些师兄毫无干系了。我不是担心师父吗？我怕师父他担心自己的胞弟在凡间历劫，想去瞧一瞧。你也知道，这凡间浊气多重啊！师父去了，不是有碍仙体恢复吗？四哥，你这么想我，可真是高估我了。我脸皮这么薄。若是允你7、8炷香的时间，今夜我就无需睡了，顶多允你1炷香。夜华他也不过就是下个凡去立个结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你都要跟上去，跟得也太紧了吧？那咱们说定了，顶多1炷香的时间，要不然莫管哥哥亲自下去提你。四哥，你看，昆仑虚下雪了。你跟哲言这是第1次一同前来吧？你们应该去后山看看，昆仑虚的雪景四海闻名。别说是下雪了，就是下火我也懒得去看。1炷香就是1炷香，等我赢了哲言，你就要回来。不对，怎么
算那小太子也不过10岁出头，他下凡能做什么？算了，让那老凤凰先等一等，我下去看个热闹。昔栾武子无一族之田，其功不备。这凡间倒与昆仑虚一般，也下了雪。顺其宪则，使悦于诸侯，诸侯亲之，戎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救，以免于难。昔栾武子无一族之田，其功不备其族器，宣其德行，顺其宪则，使悦于诸侯，诸侯亲之，戎狄怀之，以正晋国，行刑不救，以免于难。停！赵哥，你站起来，继续往下念。是。及欢子交太奢侈，贪欲无益，略则行志，假待居会，宜及于难，而赖吾之德，以没其身。都说太子夜华师从慈航真人和元始天尊，兼顾道法和仙法，是9重天上从未有过的神童。凡间这些对他来说也是太容易了。太没规矩了，竟然还在书院就敢欺负少爷！就是啊，忍了他们10几日了。走，教训他们去。走。不必。天君对自己的孙儿竟是如此狠心，连凡间历劫也要让他失了手臂。真是好人多受罪啊！你说少爷那么好，老天爷怎么能舍得让他少一个胳膊呢？出什么事了？出事？啊，只是在做梦啊！唉。喂。我竟不是在做梦。你可认得我？不认得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进入我房中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呢，我本是青丘的一位小仙，亏得天机，知道在10年后，我与你有命定的夫妻缘分，所以今日我就想来看看我未来的夫君。我是你日后的夫君？怎么看你这般神情，你是很嫌弃我的容貌吗？你很好看。此话可当真？我虽见的女子不多，画像上的也不及你半分。哎，那你可相信我刚才说的，你我日后有注定的夫妻缘分？我这里有一串珠子，他日我若不在你身旁，便让他陪着你好吗？我这里有一个玉佩，送给你。这个送给我的？嗯，谢谢你。
我一定会日日佩戴的。好，我也会日日带着它。那我们便说好了，你不可再娶旁的女子了。我一有空呢，就来看你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便嫁给你。啊？我不过跟过来看个热闹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你这心思缜密的可怕，竟然连个小小少年都不放过。我不过是担心他在凡间惹一些没有必要的桃花罢了。都说我们白家最善及的是二嫂，我总觉得你更胜过她呀。四哥，我与你说你也不懂，这天上地下，就你最不懂女人。哎，少爷，你醒了啊？青秋。少爷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一个叫青丘的地方。青丘，好奇怪的名字。我日日陪少爷去听先生授课，也没听到过。少爷，还是别找了，一会儿去问问先生吧。对呀，我们可以去问问先生。父子也没听说过吗？没有，我平生阅书万卷，从未见过青丘二字。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怕你爹打你啊？我爹他不管我了。是不是二哥想通了？他不再阻拦你们了？没有，只是我爹知道，无论如何帝君都不会要我了。他来与不来，都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傻丫头，本来以为你哭过就好了，没想到你还是忘不掉的。我怎么样都忘不掉。他对我恶言恶语也好，他欺负我也好，我就是忘不掉。可让姑姑忘了太子殿下，姑姑能做到吗？怪姑姑没有推己及人。姑姑还没有回答我呢，能忘掉吗？忘不掉。老凤凰，你怎么偷听我们说话呀？小殿下，我和墨渊上神已经站在这里许久了。那你们也要回避啊！女孩子在讲话，怎么就让你们给偷听了？真是没礼貌！你终于醒了啊！凤九，怎么对姑姑的师父如此无礼？啊，凤九请上神恕罪。方才我看见上神站在这里，一时没有回过神来。毕竟在炎华洞见过上神睡着的样子有7万多年了，所以突然间见到活的，哦不对，
突然间看到上神如此神采奕奕、震慑四海的样子，一时没有适应过来，还请上神原谅。无妨。正好你今天也来了，不如和我们一道喝酒吧。墨渊曾在我那边拿了几坛几万年的陈年佳酿，正好今日享用。那好啊，喝酒可以借酒消愁。愁更愁。那就等明日再愁好了。我还记得当年你问我要这些酒时，是给小五做生辰贺礼。不错。我也记得，只可惜，当时我一口都没喝上，就被爱慕师傅的瑶光上神捉去了，关在水牢里。那年生辰就是在水牢过的，真是难忘呢。哦，他和瑶光还有这档子事儿。深闺混沌的人，就不要再议论了吧。是徒儿说错话了，自罚一杯。老凤凰，给我讲讲帝君的过去吧。哦，东华，他可是比昔日的墨渊更不近女色啊。怎么又是不近女色呀？他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小九啊，你可要搞清楚，你心里面的那个男人，可是曾经的天地共主，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。总之啊，我也蛮佩服你，千挑万选，竟然选了这样一个人。不许你说他不好。你们家的小丫头这酒量，还不如你的1/1000呢。酒量小才好，醉得快。不过哲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东华帝君不近女色？为了这四海八荒。不错，就是为了这四海八荒。前几日和胭脂来，我还能自如上山。如今龙溪在此，竟让我都觉得很难靠近。这么说，墨渊上神已经元神归位了。兄台站在此处做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这昆仑虚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，来看看。墨渊上神已经元神归位了，就连折颜上神、青丘的白针上神和那位姑姑也都来了。原来真是这样，多谢告知。这人真奇怪，听到我说墨渊上神回来了，居然一点喜色都没有。莫非他是外族人？可能是吧。小九，姑姑早。已经不早了，四哥他们都等你好久了。他们在等我。是啊，你也知道，天族和青丘都在筹办我跟夜华的婚事，你要接替我的位子，也该收一收心，早点回青丘了。姑姑，你让我回去接你的位子。青丘这一族，你这一辈就你这么一个小丫头，你不接谁接啊？姑姑也想让我放弃东华。姑姑没有这样说。姑姑要嫁给天族，是不能继任君位的，因为姑姑要嫁去天宫，就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可是
是如果凤九也想要嫁给东华帝君，也是要嫁去天宫的，也无法顾及青丘百姓。姑姑，你明明知道这一点，为什么还要让我继任君位？姑姑的意思是想让我永远留在青丘，对吗？小九，你还是忘了他吧。可是姑姑，你昨晚明明说过，你也忘不掉太子夜华，因为姑姑你喜欢他，为什么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要让我来做呢？小九，你听我说，你跟东华注定无缘，你又何必强求呢？我以为昨晚至少我在姑姑这里得到了支持，就算白家所有人都想锁住我，只有姑姑可以给我松绑，让我再去试试，让帝君再喜欢上我。我不想做女君，做女君我就再也去不了九重天了。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还是不行。我只是跟他说，让他回青丘继任女帝，他就哭成这样。你们两个呀，一个开窍太早，一个又开窍太晚。算了，交给我吧，我先把他平安送回去。你也跟二哥说，别逼得他太紧。放心，你四哥心里有数。你是他的姑姑，你心疼他；我也是他的四叔，何尝又不心疼他呢？折颜担心墨渊的身子，还要在昆仑虚多留几日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你想见阿英吗？想。我也想。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机会了。太子殿下和他不是就要成亲了吗？到时候喜帖一定会送到大子明宫，君上也能看见。等不到了。等不到？为什么会等不到啊？不是就快了吗？你看什么呀？小姑娘，你哭得这么难看，倒是昆仑虚难得一见的景色。你既然说我哭得难看，那我就在这哭到你看不下去为止。你哭吧，为难的是你自己，与我何干？这山洞很好看吗？对于我而言，很好看。无趣的人。是啊，无趣。我是说你是一个无趣的人。我知道，我也在说我自己。站在洞前，回顾过去的十几万年，才发现自己这一生实在是漫长而又无趣。
乖。玉君，二哥见到太子殿下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那二哥也没有见到天君，或是东华帝君？为什么没有啊？二哥难道不是因为担心父君会破钟而出，用红莲业火毁灭四海，才去天族找他们商议的吗？如今异界大乱，很多部落首领都已经压不住底下的暴民了。二哥，耽误不得了。如果父君真的破钟而出，万千子民的心都会心向父君，到时候再去天族请命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。二哥，你倒是多说点话，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否则我真会急死。胭脂，你知道吗？阿英和太子殿下就要完婚了，他们早就有婚约在身。这又事关着天族和青丘的联姻，这将是四海之内最盛大的婚礼。我曾经以为，我身为异族的皇子，会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好的婚礼，但是和夜华相比，却显得如此好笑。二哥，我知道你心里都是白浅上神，可是如今墨渊上神也已经元神归位了，阿英在昆仑虚一定欢喜疯了。墨渊上神元神归位了。那好，二哥，我们就去告诉墨渊上神，我们兄妹二人的命是父君增进功力的法宝。告诉他们昆仑虚，如今大哥已经死了，父君功力增进数倍，就已经快要封不住他了。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胭脂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父君破钟而出，会由谁去封印？自然是墨渊上神呢。东皇钟是墨渊所造，早在7万年前就已经封印成功过一次，这回理所当然也是他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如果阿英知道墨渊要去封印，他会任由自己的师父再一次魂飞魄散吗？到那个时候，他一定会拼了命地保护他师父。眼看他就要完婚了，我不想他在这个时候出事。可是，我身为义军7万年，却从未为子民、为异界谋过福，终日游荡在人间，寻找司音的下落，直到今时今日。倘若我再不做些什么，就真是个昏庸无能的废物了。二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二哥，你做什么呀？你快起来！胭脂，二哥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大子明宫也很快就剩下你一个皇族，就连异界，我今日也一并托付给你。二哥，你要做什么呀？
把公主带去极寒之地关押。东皇钟的事情没有结束，就不能把她放出来。不，我不能离开君上。听话！我不能。是不是连你都不想认我这个君上了？不是的。你自幼和我一起长大，除了母妃，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。我只有把孩子和胭脂交到你手里，我才能放心。你懂吗？君上，我可不可以把公主送回去后，再回来找你啊？不可以。我要你在我死后，帮助胭脂成为新一人义君。你是异界最祥瑞的神兽，有你在胭脂身边，没有人敢碰胭脂。没了夫君，没了我，他们自然就会承认胭脂这个义君。还不快带公主走！是。君上，走。7日，再给我7日。本君一定能够做得到。这几日洛水河巨浪翻滚，也不知是何原因。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们要小心提防才是。又有客来朝拜。天茶，哲言，你不要闹了，我想睡一会儿，昨天都没有休息好。我来寻你是为了正事。你来昆仑虚能有什么正事啊？墨渊他已经定下闭关的日子，就在7日后。我要为他炼些丹药，让他闭关时带进山洞里配着疗养。过些时日，你要帮我打打下手。师傅他要闭关，他回来都11日了，也该闭关了。毕竟靠夜华那些修为，只勉强让他苏醒。眼下他身子弱得很，还需要好好疗养才行。我看你这些日子，不是在药房，就是在炼丹炉度过的，恐怕连闲下来喝口茶润润嗓子的休闲时间都没有。今天若是没事，去看看你师傅，怕他一闭关之后，你们又要许久见不到面了。师傅这次闭关要多久啊10天半个月有可能，10年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要去看看师傅。啊，对了，师傅最喜欢桃花了，我要去后山折一些桃花，把师傅房中的桃花都换了。
喜欢听师傅弹琴了，感觉心情都可以变得清静一些了。是不是多听师傅弹琴，就可以早日飞升上仙了？师傅，徒儿明日就去帮哲言给您炼丹药了。徒儿好几日都没办法来秦安了，今日特地将师傅屋中的桃花换了新的。这桃花一日不换便不好了，我已经嘱咐16师兄了，之后日日为您换新的。你今夜过来，为的只是这桩事。师傅，自打您回了昆仑虚以后，日日都在忙，都没有好好跟您说说话。而且我听哲言说，您之后又要闭关了，可能是10天半个月，也可能是数年。所以我就想来见见师傅。我可打扰您弹琴了？没有。记得刚来昆仑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懂事，知道师傅琴弹得好，日日都吵着师傅要听曲子，你还记得吧？记得。说起来，我都没有听过夜华给我弹琴。夜华对你可好？他待我的好，跟师傅待我的好不一样。总之也是十足的真心。那便好。下雪了。阴错阳差，阴错阳差。上神在想什么？如此出神。哦，我是想起师父以前经常说的，说你们昆仑虚的弟子最好酿桃花蜜。那都是哄小孩子的东西，甜得要命。上神也有兴趣。哦，很甜吗？那最好帮我装点回去吧。珍珍从小就最爱吃甜的，从小生病了就不肯喝药，非要是甜的才肯喝。珍珍，上神什么时候成的婚啊？不是我的孩子，是白珍上神。哦，也对，也对，跟哲言上神相比，白珍上神还真是个孩子。我这就给您多装些去。师傅是不是冷了？我把窗户关上吗？不必了。夜深了，是请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都怪我，忘了师傅还要好好调养。17先告退了。
设想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片片芳菲如水流。凉凉天一帘月一身花色，落入凡尘伤情着我。深夜一度情劫难了，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。两两三生三世，恍然如梦，许的年风干泪痕。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尘。凉凉十里何时还会春生？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无声远，前尘。